点新进度，辛苦，没事儿，都是为了大家，为了我自己。你的刚刚好，你的笑是幸福，全是配合。谢谢老板，谢谢隔壁小王。你看我眼睛其实都还是有点红红的，有点血丝。永远的依靠，永远的依靠。我刚才其实本来想，就是今天我本来想说今天播完，然后呢，就我妆很淡嘛，我想说今天播完刚好什么都不用干，然后一会儿就可以把妆卸了，然后结果哎，打开抖音发现哇，我视频被 ban 了，好精彩，好精彩。苦了眼睛，你不觉得我苦吗？你是觉得我苦还是我的眼睛更苦？你选一个，看你是觉得我更苦还是眼睛更苦？谢谢隔壁小王的童话幻梦，谢谢隔壁小王，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支持，谢谢我们隔壁老板，啊不是隔壁小王，隔壁老板。谢谢我们的小王老板，谢谢大家的关注，欢迎，晚上好，晚上好。我敢不敢在户外？你说我敢不敢？你别忘了我以前是在哪儿跳过舞的，我还敢不敢在广场上跳舞？我可是跟许嵩同过台的人。广场算什么？咖啡加糖。隔壁小王说句话呀，隔壁小王。说句话呀，好美，谢谢宝宝夸夸。为什么不上大号？因为不想跳舞，可以吗？因为我不想跳舞，所以我就想在小号上播，这样就可以跟你们近距离的跟你们聊聊天。哎呀，近距离的跟你们聊聊天。眼睛是苦的，我一定是甜的，那也不一定。谢谢胖胖爱先生的关注，好美是吗？喜欢吗？可以多支持这个状态的幼童，就是以后的话才可以常出现。哒哒哒哒哒哒。感冒了没有？我是鼻炎啊，没有感冒，鼻炎，常年都是这个声音。能嫁给你不？你家里你有房吗？你有车吗？有房有车吗？谢谢小姨的关注。谢谢大眼白泽的关注。有1.8米吗？谢谢我们爱心大眼白泽，谢谢宝宝，谢谢宝宝的关注。对呀，我是问的基础呀，就是说这个基础条件就已经能筛掉一部分人了。如果这个基础条件都没有的话，那我还跟他废什么话呀？对不对？有3000个嘉年华吗？3000个嘉年华是多少钱？3000个嘉年华是多少啊？3000嘉年华是多少啊？说少了，来晚了，不晚，萌萌不晚。我在化妆，让你们看看如何从一个淡妆变成一个浓妆。我要干什么来着？我一旦化妆直播就化得很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下面再加一点。就化妆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可能需要比较专注吧。对呀，每天都忙工作呢，适度，基本上算是全年无休吧。偶尔太累的话，可能会请假出去旅个游什么的。慢工出细活900万，900万不够，
就不然那什么，我以前的梦想是买一个药层，就是我很久的梦想，买一个药层。然后呢，因为我觉得药层就是有楼梯，而且它不像公寓嘛，就是反正我很喜欢有楼梯的房子嘛，因为反正也买不起别墅。然后呢，我逐渐的从药层，因为近2年拍视频，逐渐的从药层，我的梦想变为了大平层，就是最近非常的想拥有一个大平层。但大平层很贵，大平层起码2开头。药层，对，药层贵，但是我现在不想要药层了，我想要大平层。什么房型？就是公寓，你知道吧？公寓不是一般都是2层楼吗？然后它就是放大版的公寓啊，它算是住宅。然后呢，它比公寓大很多，也就是药层。对，就是复式吧，反正就是比公寓大，药层也很大的。砰砰的卧蚕。对，现在不想要了，我现在想要大平层，就是能够拍视频的那种，要大平层。你家就是这么好。以前的梦想啊，曾经的梦想，现在的梦想是大平层。大平层。对呀，我是优头啊，是的，6夫妻。我勒个去，大佬啊，是吧？想不到我们之间还有这么隐藏的大佬呢。等你去中彩票，你就去买一个。晚上好，喜欢主播的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晚上呀，凌晨3、4点吧。谢谢孤城遥望的关注。对，这就差不多就是没上班的样子了，但是我现在准备，正在变成上班的样子。就是你们平时看我们化的那个妆啊，其实它不是那么简单就化完的，不是什么10分钟就能化完的妆。长相不像，哪里不像？是因为我平时妆太浓了吗？倒也没有那么浓吧，有那么浓吗？也没有吧。郊区也很牛了，好吧？没办法，我只能熬夜呀，目前没有办法呀，我也不想熬夜的呀，谁想熬夜呀？我也想早睡早起，谁不想呢？我也想。大家都知道熬夜不好，可是还是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熬夜，不管是因为熬夜玩耍很开心，还是熬夜加班，还是熬夜干嘛的，对吧？那没有办法的都得熬夜，没有人喜欢熬夜，就算是喜欢熬夜打游戏，通宵打游戏，他的本意也不是说一定希望自己要通宵打游戏吧，那肯定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呀。对啊，只有夜里的时间才是自己的，可是我连夜里的时间也不是自己的，是不是觉得我们也挺不容易的？白天要上班，晚上要直播，白天也要直播。等我中彩票就不用熬夜了，说得好。我的愿望是在2025年发财，不知道今年有没有实现的那么一瞬间，希望能吧。强迫自己睡不了啊，我0点的时候一般都还在直播呢，我下播一般都12点半了，对吧？你看我的作息，我没有办法呀，因为第2天要团播的话就是
哎，我流鼻涕了。团播我已经起得很早了，我一般10点多、11点就起床，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如果要团播的话，化了妆，基本上吃了饭就得出门。我也起的，我睡得很晚，起的也不算太晚吧，10点多11点起，然后化完妆12点多，吃了饭1点多休息一下，准备出门，3点团播到5点，然后收拾回家就6点多了，6点多吃了饭，7、8点休息一下又得直播，那我什么时候拍视频呢？对吧？我什么时候拍呢？那不就只有下了播之后晚上拍。开传媒公司，说得好。以后如果我真的当老板了，我一定先招帅哥，再招美女，先把帅哥看够了，咱们再去招美女去。送到天边，缤纷的沙石，用了心变成经典。就是我们最富有的10年。欢迎进入直播间的家人们，喜欢主播的话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这个号的主播偶尔给大家化妆、直播、聊聊天。如果大家想看我怎么样化妆的话呢，可以关注。一头怀念，神奇的缩鼻术，瞬间鼻子就变小了。还得招几个保镖保护我的安全。那就不用了，让招的185帅哥保护我就行了，就不用另外请保镖保护我的人。几点上那号直播？今天不播啊，今天不播，到得明天晚上。你是专业的，先跑。你是什么专业的？我还不是网红啊，不是网红。我正在想方设法的从一个小网红变成一个大网红，虽然目前离大网红还有20多万吧，但是这20多万已经很久了都没动过，甚至还在倒退。嘿嘿，我是你的童哥，说得好，粉丝集成一条。你就是律师是吧？你就是那个公关律师，是不是玲玲？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公关律师。对，现在在化妆10度。第一个先起诉审核。好，说得好，我也觉得是。该哦，对呀，大晚上的哦，一会儿还得拍视频哦。谢谢祥子点亮粉丝团。儿子，老子数到3。我没有看过你的化妆照片啊，没有看到过。比刚才浓。然后呢？然后我还要干什么？对，会伤眼睛。是的，我一会儿弄完了，我就把它摘了。但是也得戴，也起码也得戴3、4个小时了，得戴4个小时。还没点痣呢。补一下眉毛吧。谢谢小陈生的关注啊，欢迎家人们，晚上好。喜欢主播的话，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好度，你们也是要注意休息。只有阴阳师，呵呵。我今天下午回了趟家，我刚从就是回我爸妈家了，刚从我爸妈家那边回来。
他今天还在跟我说呢，跟我做思想工作呢，跟我说要结婚，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也没有解释嘛，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现在成都的单身比例是男生大还是女生大？我说男生，他说不对，是女生。然后我脑子里面第一个反应是，那一点都不怪啊，因为因为成都的不都是对吧？不都是男女对吧？然后呢，我爸就说，他说是因为很多成都的本地女孩子就是那种高不成低不就啊，高的别人看不上，低的自己看不上。我说那你既然都知道了，你还催我干嘛？对，因为男生找男生了，是的，是的啊，因为男生找男生，这是忧头。他给我解释啊，他说因为成都很多本地的女孩子条件都还不错，然后呢就是找别的地方的别人太差了，自己看不上，找了好的呢别人又看不上。谢谢星梦无痕的关注，谢谢我的关注。他说的是男女嘛，就是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就是单身男和单身女的比例嘛，就是只有成都是单身女大于单身男，其他地方都是单身男性要大于单身女性。我爸说的，我也不知道，如果他说错了的话当我没说，我也是听他掰的，我也不知道。他还在跟我说什么，说哎，你要是不结婚，以后不生孩子，你以后养老怎么办呀？你去养老院啊，别人都要欺负你，被打了也没有人管你，不啦不啦的。今天又在给我做思想工作呢。对呀，眉笔是这么用的呀，要不然呢？老了一个人咋办呢？有朋友啊，你不会不认识朋友吧？你肯定有朋友的呀。人嘛，群居动物，永远忍受不了孤独的。轮着去养老院看我啊？真的吧？真的假的？小是小，总觉得我大了就嫁不出去了呗。就我就是我今天就在跟我爸说啊，我说我身边的朋友，我都还没有去参加过婚礼呢。就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没有结婚的，就从我同学算起，就是我身边基本上没有结婚的。然后我爸就说，哎呀，那我还看到比你小的都结婚的呢。我说那能一样吗？不是啊，这是真话。在养老院学区学，大到被猛催了，我多大？18，但怎么可能呢？已经是，哎呀，这个睫毛，好，你妈已经对你无语了。你们有对象吗？啊，你们有对象吗？提问。再过几年就放弃治理了。30了，没有。别问你咋知道的？你都没有吗？龙门阵什么意思？就是聊天的意思啊。龙门阵就是聊天的意思。啊，000有30吗？你有白月光没有对象，好巧，我也有白月光。谁还没有个白月光呢？我跟你们讲过我白月光的事情吗？应该没跟你们讲过。这个睫毛怎么也扎的不对称啊，可恶！是不是看着不像？不太像，是不太像。就是我的白月光过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怎么说呢？我在这说他是不是不太好？他万一看我直播怎么办？反正我白月光很过分了。
是属于那种，可能我这个人比较吸渣男吧，渣男体质在身上。就我知道我的白月光很过分，但是就是没办法去怎么说呢？没办法会对他产生，就是就算对他有意见，然后这份意见也只会觉得好像也无所谓的这种。耶、不就跟你联系了吗？然后就撤了。前排爆米花，我是油头啊，我是。要上啊，要啊，就是要加鞘了才上啊。我刚刚不是两边加的不一样嘛，现在加的差不多要上了。白月光，对呀、就没办法抵抗啊，因为觉得是自己的白月光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唉，有这么一种人，你知道吧？就是他怎么说呢？他长得挺帅的，然后呢，你知道吧？就那种帅的人，通常女朋友就是会那种，就是会很多嘛，就是基本上分手就有一堆人找，然后呢赶着要跟他耍朋友噻，然后我的白月光就是他，只要一分手他就会找我，就是找我出去玩，找我出去吃饭，然后找我出去聊天，找我出去喝茶，但是一旦他耍了女朋友之后，他就不会鸟我了。就已经重复过很多次这样的，可是他每一次找我都没有办法拒绝他。对啊，我知道啊，所以我跟你说，我感觉我有一种吸渣体质。我知道他拿我当备胎，我知道，就是我知道我跟他不可能，你知道吗？而且我在很久之前，也不是很久之前了。对我来说很久了吧，反正之前也跟他，就是他知道我喜欢他，他知道之前，现在的话我也对他没感觉了，但是还是白月光哎，白月光永远是白月光，白月光永远都是。我睫毛胶呢，我睫毛膏这儿，他知道我喜欢他，他能不知道吗？他肯定知道啊，对吧？我线下绝对能见到，真的吗？确实，我确实是只馋他的脸啊，就是我，因为他怎么说呢？我认识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长得很像王源，就那个时候长得很像王源，是我好小的时候的，那时候刚认识他。然后呢，他就是长得有点像王源嘛，然后长得挺帅的，而且挺高的，个子挺高的，挺帅的。你说谁就是谁，笑死。就怎么说呢，在我心里面，可能我的白月光就只有那么一个，不会变。但是我不会想说要跟他发展成什么样的关系，就我觉得当朋友就已经挺好的。就我知道他有时候是在拿我当他的备胎，但是我没有办法拒绝他，你知道吧？这就是白月光的杀伤力。我只是喜欢那种感觉，我喜欢哪种感觉啊？我就是馋他的脸啊，我就是觉得他长得挺帅的呀，没别的呀。我知道不是单纯的朋友啊，就我拿他当朋友啊，他不一定啊，他也许是拿我当备胎，也许是拿我当就是平时没事的时候说话人，那也无所谓啊。反正我也没有在他身上，现在没有在他身上花费过什么心思，就无所谓了。他应该这个时候不会看我直播吧？这时候这么晚了。没办法，那毕竟是白月光，对吧？那白月光该妥协还得妥协呢。
那没办法呀，那能怎么办嘛？人家白月光的嘛，都说的是白月光了，换个人是不可能的。结果白月光正在看直播，不可能。他现在跟他女朋友住一起，他怎么可能看我直播？我当备胎了，我当备胎的次数还挺多，哎，不止一次。所以我跟你说，我也可能是吸渣体质。你特别狠心的跟他分手了，要让四川妹子妥协还是有点难。我是大家的白月光，真的吗？有谁把我当白月光吗？我觉得应该没有吧，因为我小的时候是那种又黑又胖的小胖子，应该没有人会拿我当白月光吧。我好看开始纯粹是因为那个时候跟初恋分手，然后暴瘦之后，突然发现瘦下来还是挺好看的，那个时候开始才变得好看的。我应该没有没有人把我当白月光吧。当胖月光有，那谁把我当白月光？对，分手真的会瘦，真的会瘦。但是我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也挺热的，我不是在福建上大学嘛，然后福建夏天本来不是40多度，挺热的。那个时候本来也就不怎么想吃东西，然后天气一热就更不想吃东西了，然后就瘦得贼快。那时候我是刚上大学那会儿100多斤了，100来斤，然后结果分了手之后，好像就1、2个月吧，就90斤了，92斤、90斤，就突然一下瘦了10多斤。看到我有没有后悔？你是福建的啊？真的吗？我不知道他后没后悔，因为我的初恋是一个妈宝男，也算是又是妈宝男加冷暴力，就是渣男吧，也算是渣男的一种吧。就我这个人有点吸渣体质在身上呀。他后不后悔我不知道，反正后面就是我不是跟他，因为分手是我提的嘛，但是当时我提了分手之后，其实我那时候挺喜欢他的，因为毕竟是我初恋，我那时候还挺喜欢他的，分了之后也挺喜欢的，然后结果后面分了都好久了。好几个月了，谢谢关注啊！喜欢主播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然后他突然有一天，因为我们俩就是家住的比较近嘛，就在隔壁小区，然后他让我出去，他送我一件东西，就我们已经分手了，然后已经分手很久了，然后他说他要送我一个东西，然后我就下去了。下去之后，然后我看见他嘛，但是他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嘛，我跟他说，我说你该把你那个眼镜换了嘛，他还是戴的是就是你懂吧，就是上学的时候戴的那种很丑的那种金丝框眼镜。然后呢，我当时就说，我说你快把你这个这么丑的眼镜给换了嘛。那么当时他不换嘛。然后我后面我不是那个时候跟他分手好多个月之后，然后他就突然找我那天，然后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发现他已经把他的眼镜换了，就换了一个就是我很喜欢的款式的眼镜，就是你知道吧？然后他当时，因为当时我其实那个时候对他已经没什么感觉，但是分手的时候我其实很痛苦啊，很痛苦，因为是我还喜欢他，但是我跟他说了分手嘛。然后他送了我一个什么呢？他送了我一个摩天轮，就是那种小型的摩天轮，大概就这么大一个摩天轮。然后呢，上面写了我记得好像是一个纸条吧，应该是啊，应该不是他当面跟我说的。然后他跟我说什么？他说什么答应了陪你去坐摩天轮，然后结果反正意思就是说没有实现，然后怎么的，然后现在送了我一个摩天轮，大概就是这样的。他想挽回，我没有感觉到他想挽回的意思，因为当时确实是我提分手的时候他不愿意，然后我当时我说那行，我说那我们就分了，然后重新意思就是说咱们重新来是吧？找回一下当初的感觉，重新来。然后结果他就是坚持了3天，就再也没有找过我了。当时还是
也没干嘛嘛，就是每天说说早安晚安之类的，因为他跟我不在一个城市上学，然后他就坚持了2-3天，后面就再也没有跟我联系过了。然后再次联系就是放假的时候回成都，然后呢他就给了我一个摩天轮，你知道吗？刚收到那个摩天轮的时候，就那一瞬间，我感觉我自己又爱上了的感觉。然后回了家之后冷静了一下又没了。什么问题？对，3天应该差不多吧，可能比3天多几天嘛。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是我提的分手啊，我肯定要对吧，高冷啊。然后他可能就是每天找我说说早安晚安，然后说问我在干嘛之类的。然后我回他肯定也不会那么频繁嘛，对吧？然后呢，大概可能就几天之后就没有再找过我了。项羽说我昨天不高兴，没有，昨天心情不好。女生嘛，总有几天心情不好，不是很正常。看我是不是现在妆比刚才浓多了的。然后我跟他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我为什么说他冷暴力我呢？就是我们俩不是平时上学不在一个地方嘛，不在一个城市。然后呢，他平时晚上会玩游戏，对吧？男孩子嘛，晚上都会玩游戏。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俩会打那个视频电话嘛，然后他就把我放在他的桌上，然后让我看他的，就是视角大概就是这样的嘛。然后他在打游戏，大概就是这样的视角。然后呢也不看我，就每天都是这样，就是只要一打电话就是这样子的。也不跟我聊天，反正就在打游戏，要么就是用电脑接，但是他的电脑也是在认真的玩游戏，然后也不看我。然后后面我就受不了人，倒也不是因为这个受不了，是因为他骗我，他欺骗了我。我最喜欢做一个安静死去的前任。他欺骗我什么呢？我还原谅过他，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我那个时候怎么想的。但是有人欺负我，那也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就是当时第一次是啥来着？那个时候第一次，那个时候是不是 QQ 那个时候流行，就是那个什么来着？就是流行那个账号关联，你知道吗？谢谢小小白的关注。昨天没有人欺负我。然后有一天就是我们俩聊着天，然后他突然跟我说晚安，然后我就以为他要睡了嘛，我说好，那晚安。然后结果我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是不小心，因为我其实平时不会看他的，因为我是那种我是跟人家就是跟我男朋友嘛，就是跟我的对象啊，就是我平时不会翻手机，我没有这个习惯。但是呢，那一天我就是不小心起床的时候从那个关联里面点过去了，感觉鼻子是金色的，然后从那个什么账号关联里面点进去了，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女孩子跟他发晚安，然后呢那个时间是凌晨3点多，但是他跟我说晚安的时候是晚上11点。然后我当时然后我就往上翻聊天记录嘛，然后呢那个女生还跟他说，她说我明天上课给你带吃的好不好？然后呢他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知道吗？当时对那个女生态度就是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然后半夜的时候就是跟我说了晚安之后去找那个女生打游戏，他们俩去打王者啊，双排打王者。然后我就问他嘛，然后后面等他起床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就是瞒着我？然后他说我怕你知道了不高兴。这就是第一次啊！但是当时我后面居然原谅他，我不知道我怎么想的。这可能就是恋爱当中的女孩子总有恋爱脑的那一刻吧。这是第一次这是第一次，后面那次更过分。这是第一次，然后反正后面就跟我磨嘛，就是跟我说哎呀我错了反正之类的嘛，然后又大老远的从南京跑到福建来找我。当时因为那个时候然后我后面就原谅他了呗，那能有什么办法嘞？人家都跑这么远来找我了。你发现你是恋爱脑，
可能吧，我觉得我可能自带一点吸渣体质，真的。然后就是第二次是什么呢？第二次是有一天我胃疼，因为我其实前几年我胃不好，经常胃疼。然后呢，我胃疼的时候，我就想找他说说话嘛，因为很难受噻。我就问他，我说现在胃疼你在干什么？然后呢，他说，然后他说什么来着？他说哦，等一下，我先去点个外卖。他说等一下，我先点个外卖。我说好。然后呢，我这一等了4个小时，就是等到我胃已经不痛了，他都还没有来找我。这是一个小插曲，然后那天就过了嘛。过了我想也没什么吧，可能他去忙了吧，对吧？然后呢，后面的某一天，又是这么一个某一天，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莫名其妙的打开了他的和平精英的记录，因为那个时候上课嘛，上课无聊，我想睡觉，我说怎么办呢？我就去看看呗，我就打开了他的战绩，然后呢，我恰好发现他在那一天跟他以前据说是他喜欢过的一个女孩子，2个人在一起打和平精英，他之前喜欢过的女孩子，然后他们2个一起打和平精英，然后的时候我有去问他，然后他说人家都已经有男朋友了呀，我觉得没有关系啊，我们2个人就是在一起打打游戏而已。现在可能没有童总开了，那倒是有可能，确实是有可能的。关键是我已经就是友好到什么程度呢？我友好到甚至于第一次原谅他之后，我还在跟他说，我说因为我其实有时候可能比较忙或者什么的，我不会陪他打游戏嘛。我说你想找人陪你打游戏可以，你跟女生打游戏可以，你提前跟我说一声，对吧？你去打你的，我不会阻止你，你去打就完了。但是你跟我说一声呀，我觉得我已经很好了，对吧？我还跟他说，我还说的是，我说你跟女生打也行，你跟我说一声，不管你跟谁打，你跟我说一声，就说哎呀，我要跟某某某去打游戏了，我不会拦着他，也不会怎么样，至少我知道，我都已经宽容成这个样子了。他最后还是瞒着我，然后呢，并且是在我胃痛的时候，去跟另外一个他曾经喜欢过的女孩子一起打游戏。我多疑了，我多疑什么了？我多疑啥了？所以我说我这个人吧，可能是有点吸渣体质在身上的，连白月光都是个渣男。然后我为什么说他甚至于还是个妈宝男呢？就是我们俩因为不是住得很近嘛，大家都是都在成都，而且住得很近。放假的时候我想找他去玩，也不去哪儿，就去一趟欢乐谷，成都欢乐谷，就是想去玩一下成都欢乐谷。然后呢，他跟我说，他说他妈妈不让他去，然后就跟我说他妈妈不喜欢我。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喜欢我，然后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我妈妈可能想让我找一个同学校的，因为他成绩比我好，他是南京的211大学嘛，成绩比我好，985大学，98521嘛，他是985，成绩比我好啊。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几个朋友约着一起出去玩，就那个时候就是算出去旅行吧，放假嘛，对吧？然后想出去旅行，当时问他去不去，他说他没有拒绝，当时他没有拒绝，你的意思就是去呗。然后我们当时就是攻略那些地方的什么都找好了，然后我就是问他要那个，就是因为不是当时要买火车票要身份证号嘛，就问他要身份证号。好家伙，就找不到人了，就是问身份证号就没有人回了，然后后面就后面就没去噻，没有去之后，然后他后面就是他跟他哥哥就去了我们想去玩的那个地方，然后我就问他怎么回事儿，然后他说因为我妈妈不想我跟你出去玩，所以我说他是个妈宝男的。我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妈宝男，但是妈宝男就是这样的吧。白月光是啥意思？白月光就是怎么说呢？就在你的心中是一个，他无论
只要是不败坏人伦、不败坏道德的前提下，他干的任何事情，你都没有办法就是拒绝他，或者是说去怀疑他啊。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啊，但是不是这样，就是这种感觉，可能就是那个你喜欢了很久，可能是一见钟情，可能是日久生情的那种，都有白月光，也有日久生情的，但大多数白月光是一见钟情，比如说我就是一见钟情。跟翻版一样。对，想到得不到。不是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这么多，不是这么多，我那个时候都没有抖音号，我甚至于那个时候 B 站都只有，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甚至都没有 B 站号，我是跟他分手之后才做的，而且我那个时候做也没有做多少啊，我粉丝这么多，开始也是只是从2年以前开始才变多的，我以前的粉丝最多也就3万，好吗？满打满算就只有3万，就是 B 站隔壁的那3万粉。永远无法再联系啊？是吗？是我还偶尔联系啊，但是现在都是他找我不会主动找他。我为什么会突然聊到白月光呢？是因为他最近找我人，他说他22号放假，因为他上班嘛，他说20号放假，问我有没有时间，我说没有，我说我要上班。他说你不放假吗？我说我放，但我不想跟你出去吃饭。谢谢梅六的蝶恋成双，谢谢梅六。啊，对，而且他现在有女朋友，他有的。你前女友催你结婚，为什么要来吃席吗？找我呀，他的意思是他现在把我当朋友，知道吧？他说他的意思是他把我当朋友啊，就是毕竟因为我们俩认识很多年了，我算一算啊，我们俩是12年就认识了，12年到现在都已经13年了，都快13年了，就是认识了很久。就他不知道，就是他以前不知道我把他当白月光，他是前2年才知道的，他以前不知道，以前都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反正他说他不知道，然后呢是前2年的时候他才知道的。我没有哭啊，我哪里哭了？难道我化了这个妆很哭妆吗？啊，这个妆比看是精神多的人。装修杀蛇，不值得我再理他，但是他是白月光啊，怎么办？支招吧。可是他是白月光啊，那怎么办嘛？可能男生的白月光就是在一个时期，可是女生的白月光可能也就那么1-2个。工作让人忘记一切啊！他问我他的粉底色号，对，他有女朋友，是的。我最后一次跟他吃饭的时候，就是知道了他有女朋友之后，然后我怒走，你知道吗？当时我就直接走了。我当时在跟他出去吃饭之前我都不知道。然后呢，我跟他出去吃饭之后，我就是莫名其妙的打开了他的微信，就想翻一翻了。当时坐在一起吃饭，然后呢，我打开我就发现他有女朋友了，因为他是一个有女朋友之后就会换掉那个微信，不是他的那个朋友圈不是会有一个那个照片，不是有个背景图嘛，他就把他那个图换掉了当时。然后当时在吃饭我就走了，那是最后一次跟他见面。很不了啊！可是如果我拉黑删除，我就永远没有办法再看到我的白月光了。
没有失恋，没有。我失恋了，家人们怎么办？我失恋了，我好难过呀。对呀，我就是觉得我可能有吸沙体质。有老婆也不影响白月光。真的吗？那白月光是纸片人吗？还是现实的呀？白月光是真的不好办。白月光跟你就是你后面喜欢的，或者是说你后面跟你有过联系的，那不一样，那完全不一样，那不是一个概念。就是我能够做到分手之后就是无痛的分手，不是无痛分手，就是无痛，不是无痛，就是会很麻溜的删联系方式、拉黑、删除，这我做得到。但是白月光我做不到，白月光我真做不到。还有一些学生时代就是小的时候很荒谬的事情，也不算荒谬吧，不好说。就是其实有挺多人挺讨厌我的，在同学层面来说啊，有这么一部分男生挺讨厌我的。我每次说到这就是其实我也很不喜欢去参加同学聚会，就是这个原因。可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长得不好看啊，又黑又胖，居然还有人喜欢我。太原取消了，是的，都不是别的，就是为什么讨厌我呢？觉得我就是，哎呀，完了，出大事了！等一下，稍等我一下。刷到白月光领证的时候你完了，我身边都没有朋友结婚，包括我的白月光也没有结婚，目前也只是在耍朋友。我说到哪儿了？刚才哦，就是其实我上学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男生，然后跟我玩的挺好的，但是呢，就是我们有一个也算是小团体吧，就是在我们那个团体里面有一个我们的班花，然后呢，我当时一直以为就是我们这个小团体里面的那个男生他喜欢班花，对吧？就是对我就以为他喜欢班花，我是毕了业之后我才知道他喜欢我嘛。然后当时就是他的朋友觉得我吊着他，就是对，觉得我吊着他。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当时是毕业了嘛，初中的时候，初中3年，毕业了之后，然后毕了业之后，然后他跟我表白了。他跟我表白了之后，然后呢，我当时就因为我们玩的挺好的，玩了3年嘛，就感情很好。然后当时他跟我表白，然后我就是我其实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他，但是知道吧，就是朋友，我当时就很纠结，你知道吧，就很纠结。然后我就跟他讲，然后他说没关系，他说如果你拒绝的话，我们就继续当朋友就行。他当时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很小嘛，当时初中毕业，初中才多少岁啊？初中才10多岁那时候。然后后面就是我们俩还是有的时候因为关系很好，然后呢就会出去一起玩，就不是我们俩，还有其他人。然后后面就说对啊，10多岁啊，18岁怎么了？10多岁，12、13、14、15、16不都是10多岁吗？然后就觉得我在吊着他，对，然后他的好朋友就觉得我在吊着他，所以就很讨厌我。所以我其实我不喜欢去同学聚会，就是这个原因。这是初中同学聚会，关于为什么不去高中同学聚会，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然后还很尴尬，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有见过啊，就是喜欢我3年，喜欢我3年的那个男孩子，他后面找的女朋友据说跟我长得很像，但是我没有见过。然后呢，后面有一次我们这个小团体里面的一个女生过生日，然后呢就分别叫了我，然后叫了他，然后呢那个男孩子就带上了他的女朋友，但他们比我先到。然后呢我那个过生日的朋友就对那个男孩子说，哇，你女朋友跟
跟我长得很像，就是啊，你的女朋友跟余秋你长得好像啊，怎么样，然后那个男生就直接带着他女朋友就走了。反正我是没见过啊，据说跟我很像。对呀，低情商朋友，是的。他女朋友挺惨，他女朋友应该也不惨吧，也不惨吧，那我就不知道了。后面再也没有联系过。然后你知道吗？他们上一次同学聚会的时候，不是吗？我没去嘛，我有朋友不是去了嘛，就是一直联系着的朋友去了之后，然后回来告诉我说，意思就是说他以及他的那群好朋友，就之前说喜欢我那个男生，很讨厌我的那一群人，说是我不敢出现，就是我不敢去，因为我欺骗了他的感情，所以我不敢出现在那场聚会上。是因为我不敢去，不敢出现。他说，如果敢的话，那你就来呀，那你为什么不来？那你就是不敢呀，你就是觉得对不起人家呀。见钱喽。不是，也不算造谣吧，就是可能在他的好哥们儿眼里，我其实能理解他这种心情，就确实是，因为他已经跟我表过白了，但是因为我们俩关系很好，3年嘛，关系都很好，特别好的那种，就我把他当哥们儿了，你知道吧？就那种关系了，就我把他当哥们儿啊，我谁知道他喜欢我呀？我也不知道啊。就是他跟我表过白了之后，我还有跟他在来往，然后呢，他的好哥们就会觉得我在吊着他，这种情况我能理解，但是我不好说，反正我还是挺无语的，就是。谢谢9夜的你最好看。严格的来说，就是只有他对这件事情有发言的权利，其他人都对这件事情没有发言的权利。而且我拒绝了他之后，是他说没关系，要跟我继续做朋友的，这个决定也不是我做的，因为我当时其实根本下不了决定，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属于他也不去否认他的朋友说我怎么样，对，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呢，我就被彻底打上了，对，就是那种称号，就是那种标签吧，然后所以我也不去同学聚会，去不了一点。是很坎坷呀，家人们。所以我跟你说，交了3年的哥们儿居然想给我生孩子，我笑死。我的眼睛开始难受，可是还没有录视频。有个叫王刚的，有个叫优童的模仿你。我不去同学聚会，我不去，不可能去的，去不了一点。就我真的搞不懂，就是以前我长得，我长得真的就是又黑又胖，那个时候我不会搞懂为什么会有人喜欢我，真的我真的很不明白，我很不明白。你说就是现在我周围也没多少男生了，就是我现在周围的男生也不喜欢我呀。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周围的男生了，笑死了。搞不懂。今天好凶，现在又胖又黑，说得好。我哪里凶了？我还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唉，这个为什么我高中
高中同学聚会我也不想去呢，因为跟我高中同一个班的一个男生，跟我初中也是同一个班，然后呢他也喜欢我，唉，恼火。他是那种，他是那种人，就是我怎么形容呢？这种人还挺少见的。让我想想，就是那种背后会喜欢你，默默支持型，且很专长情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呢，对，是对复数型人格，也不算暗恋，因为他当时在那个是我们当时是高中的时候就阴差阳错的分到一个小组里面了，然后当时我是好像我是组长，他是组长，我忘了，还是我不是组长，反正我们是一个小组的。然后就知道吧，当年 QQ 不是有那个秘密模式嘛，就是可以就是匿名留言的那个模式，知道吗？有那个匿名留言的模式，然后他当时就在那上面，不是匿名提问，就是可以匿名的去给你想发的人发消息的那个功能叫啥？我给忘了，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匿名功能。然后他当时就是找我，然后呢每天都在上面给我发那种很肉麻的情话。最开始我不知道他是谁，然后后面就是他天天给我发，而且非常长久给我发，然后我也忘了怎么回事了，反正就是某一个晚上，某一个凌晨，然后我突然就是逮到他了，然后我突然就认出他是谁了。我都忘了我是怎么知道他的，可能是因为他直接告诉我的吧，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某一个晚上我突然就知道了。然后知道了之后，他就表白的更猛了，你知道吗？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都不知道说啥的那种。就是他，我具体的我记不住了，反正就是简称为他的语文功底很好。然后呢，说的话就是比他之前任何一次给我留言都留言的更猛。对。然后，对，也不算猛烈轰炸吧，就是。他不会在我直播间的，他肯定恨死我了，他不会在我直播间的。然后那个晚上就说，就是他反正就有点那种恳求的意思嘛，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考虑我之类的这种，我不知道形容了。当时就你知道吗？就真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说那。我说，可是我就意思就是说，可是我并不对你没感觉，可是我不喜欢你啊，怎么。他说没关系，他说我们可以先试试嘛，怎么样，反正就是说了很长一大堆。然后呢，当时我就说，我说行，我说我们先一天啊，是一天，就一天，我说先试试吧，行。结果半天我就受不了了，然后后面我就说我们还是算了吧，我就因为我实在是脑补了一下，就他实在是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然后我就说还是算了吧，大概就这样。然后反正后面反正有一天，反正他就把我好友删了呗，然后后面就没有再联系喽。但是这种心软会让别人理解为，就是我是在玩弄他，你知道吧？就会被人家误解。他不可能再等我，他早就已经把我的好友删了。就我这个人其实非常的看感觉，就是感情上面也好，其他事情上面也好，就包括拼图啊，或者是看小说呀，我都是凭感觉，就我不会说。会凭着别人喜欢什么，我就一定要去喜欢。我一般是凭自己的感觉。你杀得快。因为
我的理性是大于我的感性的呀，就是我真的在众多女生里面，我算是真的很不感性的那一个了。虽然说我谈恋爱的时候会比较，有的时候会恋爱脑，就是我是什么人呢？我是谈了恋爱之后，然后我明确的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恋爱脑了，但是我心甘情愿的会让自己在那个时间段恋爱脑，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正在恋爱脑。我是那种明确知道的那种感性，就跟普通的感性还不太一样。就是很多人是恋爱脑，但是不自知。就是你跟他说，你说你是个恋爱脑，然后他说他不信，他说他不是恋爱脑，他说身边恋爱脑的女生都怎么样，然后他觉得他自己不是恋爱脑，但是我是明确知道的，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女生里面很少见的偏。如果我是个雷的话，我应该是啊，对，就我在女生里面还算比较男生的那种类型的了。沉淀了你2年，终于被你杀了。智者不入爱河，智者偶尔也想入爱河。你怎么杀了白月光？教教我，我杀不掉。谢谢 Brass Face 捏捏喵脸，谢谢 Brass Face， 谢谢宝宝。你们都怎么做到的？我现在对我的白月光束手无策，家人们，救救！成年人洗脚啊你！我现在有点害怕什么呢？我现在有点害怕，也不是害怕吧，就是他要是再分手，他再找我的话，我该怎么办？我要怎么办？我不联系啊，我们基本上不讲话的，不联系的，就知道吧？我这个人真的很难得看消息的，因为亡夫回忆录，因为我的手机真的微信是打不开的，很长，基本上我的微信都是处于打不开的状况，因为微信它非常的恶心啊，它必须要5.4个 G 它才能使用微信，然后不然它就不让你用。然后呢，我的手机通常又是处于没有5.4个 G 的情况下，所以我就真的很少打开微信。啊，对，他在找我吃饭，我肯定还是会去。我现在就是想解决我怎么样才能不去。出现银行字内存不足，对，就是。但是狠心一刀之后，狠心完了之后会，对吧？去到不想去，也就后悔几天罢了。真的吗？真的假的？就几天吗？真的假的？那可是白月光啊！你们说的我都知道，你们说的我都懂，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过到白月光那道坎儿，你知道吗？毕竟它是白月光。我工作忙，2天就忘人啊，那确实，那确实。找个新的月亮，白月光哪有那么好找啊？白月光一样领证就好了。我希望他明天就去领证，好吗？他干脆今天晚上就去民政局给我领证去，领了赶快发朋友圈。群里肉一个陪我去，那多不好啊！跳两天桃园就忘了，那确实是。我长得好像那个优筒，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就是呢？你陪我去。粉丝有没有什么特点？白月光啊，最大特点就是长得帅，就是那种一分手
他的分手叫空档期，一有空档期就会有4、5个女生，起码4、5个女生找到他，追求他，想跟他耍朋友，主动的那种，有吗？有吗？有吗？不是人缘好，是长得帅。不是人缘好，但他人缘确实也好啦，但是那是因为他长得帅。吴彦祖那种嘛，那倒不至于。他要是真的有那么帅，他都已经去当吴彦祖去了。我有个朋友不是空档期啊，真的吗？长得帅吗？那是不是长得很帅啊？好的好的，三哥，路上小心哦，路上小心哦，拜拜拜拜，路上慢点哦。都说了叫白月光了，你猜为什么白月光叫白月光？白月光的杀伤力有多大？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有白月光的应该都清楚吧？是你们不敢想象的。哦，他最高记录1个月换多少来着？1个月换了30多个女朋友。不对，不是1个月，我忘了，反正他跟我说30多个，但是我忘了是1个月还是半年了，反正就是30多个，然后这个时期不会超过1年，我忘了，我具体的我忘了。那就不是1个月，那可能不是1个月吧，可能是半年吧，那就是3个月。对，日跑，差不多日跑型的，和哪个男明星差不多一样帅。他长得像王源，就是以前像啊，现在长得不太像了，长大了不太像了，之前长得挺像王源的。然后之前还有那种星探去问过他要不要，就是要不要出道当明星，然后被他拒绝了。我又不跟他耍朋友，我为什么不能出啊？怎么了？有这种朋友不觉得自己很牛逼吗？有2个长得很帅的朋友就很有面儿啊，不觉得吗？你们不会觉得自己有2个美女朋友不会觉得自己很有面儿吗？因为他是那种，他不仅长得帅，他家庭条件也挺不错的，家庭条件挺不错的。他自己就打比方，他现在自己有一套别墅，自己有一套别墅。虽然说他的意思是现在是贷款买的，但是他能够贷款买别墅，对，就差不多这种程度。认识我很有面儿。对，他说啊，我不知道，他老在我面前说他很穷。然后我说你不是有别墅吗？他说哦，那是贷款买的。反正他老在跟我面前说，他说哎呀，你现在是大网红啦，哎呀，肯定比我挣多。我说哪跟你比啊？你可是有别墅的人。他说不，那是贷款买的。看位置，天府3街，够好吧？天府3街，就是那一圈儿，就是那互联网的那一圈儿的那个，对。所以说我说这种人基本上有空档期就是4、5个女孩子直接就围上去了。不知道，他反正一直在我面前跟我说穷，他具体有多少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他家里具体有多少钱我不知道，他反正一直跟我说他很穷，但我不相信，我真的我一直不相信他很穷，他看上去就很有钱。有钱了女的怎么可能不贴上去？说的对。发地址，100万粉丝，一个人带个勺子挖墙角，受不了了。
也可以化妆吹它。笑死了。出个铲子。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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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3万一平，不知道。100万楼宇，我都不敢去了解别墅的价格，你知道吗？我根本不敢了解。或许我还可以了解一下大平层，多少钱一平。你像别墅这种，还是别了吧，反正也买不了，就别想了。大平层还是能想想的。几只给小老弟买裙子，100万白银。笑死了！听一台小牛耶，一堆女的主动性啊，挺恐怖的。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挺恐怖的，我只能说，就现在的女孩子都那么主动，让我们怎么办？让我们怎么办？一人1块。真的吗？真的吗？有人我76万粉，真的一人愿意给我1块吗？真的愿意的话，我明天就去首付，买套大平层去了。我不买别墅，买套大平层。首付够了。发机子，说着玩的，就像我以前老幻想，为什么中国人啊这么14亿人，为什么不能一人给我1块钱？我一朋友提了 A6，然后前女友贴回来没2天就把他绿了，耶。最近没有活动，最近没有。快过年了，应该活动比较少，所以最近没有活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年龄到了吧，最近突然想买房了。我就反正挺想买大平层的，但是没有钱，我没有钱。一人10块钱就不用首付了，啥意思？哦，那确实一人10块不用首付了，但是应该不可能。世界线咋了？怎么了？今天志雪，世界线咋了？劳保率申请出战。欢迎直播间的家人们啊！喜欢主播的话，可以给主播点关注。世界线嘛，看吧，应该要去吧，但是我把这事情解决，我看能不能解决，要解决不了，可能事情就要去不了，不一定，但应该能去。等等的，谢谢 Jerry 送出的粉丝团灯牌。大平层大概多少？大平层啊，如果算上装修的话，大概要2，大概要这么多。如果不就是装修好的那种二手房的话，差不多要160。谢谢燃烧的内燃机的关注，160啊，160个 W。如果是要就是装成我想要的那种房子的话，估计得200个 W。多少平？我那天看的是104平的，还有90多平的，96平的，还有104平的。不大。就我这个女生出那么大干嘛？104和96好像是。对，104平。104的那个是二手房，就是不是新房啊，是一套二手房，然后是160个 W 装好的。是不贵，可是我买不起呀，可是我也买不起呀。哎呀，怎么办呢？你看天天是抖音吧，抖音它还
还限我流，还掰我视频。注定靠爱全季风的一瞬间的静止都忘掉。均价两没有啊，没有2个 W， 我怎么可能有公积金啊？我又不是正经的那个什么公职人员，我哪来的公积金？我看的不是市中心的啊，家人们，我看的是比较偏一点的，大概进城，大概到春熙路坐地铁要一个多小时的那种距离，1个半小时的那种距离。不是市中心的，市中心的大平层那可贵了，那不止3万1平，好吗？这个话题比房价吸引人，哪个话题？这儿有个白月光不是女生，谁呀？谁白月光不是女生？你啊，真的吗？你白月光不是女生，真的假的？我找的地方都就差不多挨在三环边上吧，我看的啊，不是我找的，我看的，就是反正离市区挺远的。但是因为如果是我要现在一直就是不找个那种班上的话，就那种朝9晚5的班上的话，我出门的需求其实没有那么大呀，我更大的需求是在室内，所以我觉得稍微住远一点也无所谓。是 MG 沿海普通住宅12W 一平，12W 一平。谢谢 DUST2，谢宝宝关注。我买个 loft， 我不喜欢公寓，我不喜欢公寓。对，不是天府新区，什么天府新区？天津下面远郊。天府广场啊，那肯定是天府广场啊！我说是春熙路，我看的是在东边的上面往外走，然后还有一套是在南边往外走，反正都挺远的。那毕竟是田景，才是。没到新都。在家可以看到3339，那这个地理位置不错啊。你准备回家种地了？我不相信阿欧要回家种地。339没有再盖了，339早就没再盖了。成都已经算是节奏比较慢的了。啊，339没有烂尾啊，烂尾的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是有一个楼烂尾了，但是不是339。哎，我忘了那楼叫什么了，确实是有一个楼烂尾了。对468，对468，对468，是的。但是洛夫特拍视频不好啊，洛夫特拍视频看起来比较的狭窄。我想要就是拍视频质感比较好的那种，那就必须得大平层。我的要求真多，说的我好像现在就能买一样。种完真的吗？真的假的？最好有央，好，我记一下了，但是我还买不了啊，我离买房还早得很。
我离买房估计还要奋斗个好多年吧。你上下两面积加起来130可以算吗？我操，好大呀，130平，那可差的太多了。就是现在我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如果我要想买一辆车，我可能就是省吃俭用，再努力个2-3年，我应该能买一辆车。但是我买房的话，那太遥远了，太遥远了。好，喜欢吃蓝莓。想买啥车子不知道，好看一点的就行。我其实对买车没有什么执念，我只是打个比喻，因为我其实应该不会买车吧，暂时不会买车吧。200，好。为什么上面不算面积啊？你知道现在村里就是那种大房子可仙儿了，因为不是很多都已经那个不让盖了嘛，然后而且有很多已经收回来了。就现在的村儿，就是以前大家瞧不起的村里人，现在都已经有些都富得流油了。哦，真好，盖好真好。现在都是硬挺，对，现在是要审批的。大家以前瞧不起的村里人，现在有一批真的已经富得流油了。谢谢 Brown Space 的念念喵脸，谢谢波波这念念喵脸。为你解释，为你矜持。拆迁。让他给你一套房，过完年你给他送蓝莓。好。怎么上海那个会展中心要拆吗？看的全是雷，很大。等我要买房的时候再研究吧，估计等我要买房的那个时候，时代又变了，还早得很呢。我现在又买不了。拆迁的一家，哇，1000个 W 啊！羡慕了，运气真好。你就想再搞一个宅基地自己盖，那有点困难啊！现在啥时候能当上3000户人家的傻儿子？廉租房吗？廉租房应该没有大平层吧？廉租房就是普通的户型，应该没有哪个廉租房有大平层吧？很大那个被你 pass 的公摊有点高，现在房价看不懂，确实，但是大家都说就是房价要跌，但是我看成都的房价好像也没怎么跌，就是很怪，真的很怪。都说要跌，但是好像又没有跌，但是好像又跌了。你家跌了5K 啊！据说拆迁补偿24个项目的好幸福啊！我也想，为什么不是？不结婚就不会有房贷，真的吗？不结婚就不会有房贷，你自己就不会想买房子吗？就比如说像我一样，少说的500个。我勒个头！一梯2户，我勒个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是儿孙我享福。我勒个头！
能有房贷就已经胜过大部分人了啊！真的吗？那还是算了吧。就是你看，像我现在，我其实也不太稳定，对吧？我要是背了一个房贷，万一哪天我就一分钱挣不到，那我怎么办？那我怎么办？我咋整啊？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就是优童呢？谢谢巴克莱特，谢谢我巴克莱特的摩天大厦，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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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摩天大厦耶！谢谢涵涵的亲吻，谢谢涵涵的亲吻，哇，是摩天大厦，宝宝们。要是我有一栋摩天大厦就好了，我在做梦。要是我有一栋摩天大厦，我是不是就可以有一个公司？如果我有一个公司，我是不是就能聘很多帅哥？我能聘很多帅哥，是不是就证明我每天都有享不完的福？谢谢涵涵的小星星，优童传媒，想，我真的很想，就叫优童传媒。就我这个人，我知道，我都已经发现我自己的优点了，就是感谢大哥给我添了几把椅子，谢谢巴克莱特，就是咱们在距离我的那个首付小目标又完成了那么一点点，租个鞋子喽，难啊，真的很难，去老君山转转。啊，不买你还买的是雪域风啊？主要是快过年了，你知道吗？呀，你这工作不稳定，你打算做几年呀？做几年之后你打算干什么呀？啊，你从窗户能看见小学操场。这么牛，这么牛，那你不是每天听着那个上课铃、下课铃，还有那个做操的音乐起的床，天天跳操，哄一口气，今年没挣到钱，小车老破小。现在多攒钱是多攒钱，但是多攒钱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啊，要通货膨胀啦，你挣的钱可能它就不是钱啦，也不是你挣的钱可能它就变得没有那么不是那么的钱了，考验摘几遍，送到天边，平凡的小事，有个心却成经典。真羡慕你们房价大跳水，成都的能不能跳一下水啊？其实我一个月我也存不了多少，就是我已经算是比较节约的那种，因为我没有那种买什么大牌包、大牌，就是那种一切的什么那叫什么来着什么品来着，那叫什么来着？突然想不起来了。名牌啊，我没有那种名牌的欲望。对，没有欲望，对，奢侈品，我没有奢侈品的欲望，我最贵的就是我的化妆品了，最贵的就是化妆品、护肤品，然后可能单价里面最贵的应该是香水，我最贵的一瓶香水，也就1K 多，这就是我最贵的单品了，就我没有超过这个价的单品了，除了手机、电脑这些重要的配件以外，就是普通的日常用品，有一些，就是不算用得上的，可能最贵的就是一瓶香水1000多。然后每个月真的存不下什么钱，因为房租，然后加上每个月因为你看我拍视频，我得换衣服吧，我的衣服那都是买的呀，都是花钱的呀，然后每个月反正各种费用加起来，其实我也存不了什么钱，还是点外卖，主要是有的时候现在在思考能不能不点外卖，可是不点外卖自己做饭又很累，就我每天已经很累了，我还要花时间去做饭。然后我就觉得这对于我来说挺累的，然后我又就这方面又省不下钱，就是从吃这个上面我是真的省不下钱，就是我很想自己做饭，自己弄，但是太累了，真的很累。找个会做饭的男朋友，在家给我做饭，那谁付他工资啊？谁给他工资啊？他在家给我做饭，谁给他工资啊？
我还要养他呀，我可养不起他。你免费给我做，那你免费给我做，那你靠什么？你靠什么吃饭呢？男朋友会自己上班挣钱，下班做饭，哪有这么好的男朋友啊？哪有这么好的男朋友啊？现在有这么好的男朋友吗？卖烤肠，我也又想起了那个在我们公司楼下卖烤肠是吧？什么长了2.8？什么玩意长了2.8？跟我一起吃饭就是工资，真的吗？真的呀，真的有男生会这么想吗？油价汽油为啥又涨价了？谢谢宝宝夸夸可爱，喜欢的话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就我今天还在说呢，今天妆容是伪碎，还好吧？我都加盟过了，一会儿要拍视频，就一开始看的应该比这个大很多。开播的时候，对，外卖真的很贵，对，而且其实外卖吃多了都是一个味儿，就它没有那种家里面的那种油味儿，就是那种健康油的味道很少有，除非你特别贵的外卖。但是我现在外卖上30块钱，我都会纠结，然后并且可能一周只点一次上30多40块钱的外卖，我平时一般都是20多或者10多块。但是真的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在家做的好吃，但是没有办法。锅气，对，就是你，但是有些你不能否认，有些预制菜它确实挺好吃的。你大18变，好看吗？好看的话给我点个关注。在我去年的时候，就是我粉丝还没有这么多，可能那个时候抖音都没几个粉丝，就是我抖音粉丝可能才3万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是20块钱以上的外卖我都会犹豫很久。那个时候我吃的最多的是什么呢？是我家楼下的一家面馆，每天就是因为我吃1两就够了嘛，每天都是1两面加一个蛋，吃一顿大概10多块钱。你超过15就要中奖好久？不会吧？不是吧？为什么超过15要中奖？你平时自己做饭吗？来个吧。每天楼下1碗面，外卖送到半小时就是那样子了。自己我点外卖都去店里看看环境，不然都自己做饭。感觉上海的外卖老贵了。上海确实外卖很贵，但是上海应该也有便宜的外卖吧。大学的时候高于15，我大学的时候吃什么你们知道吗？大学因为大学的时候就我也不知道我那个时候是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就每个月生活费也就1K5，对吧？但是差不多吧，生活费1K5。然后呢，可是我居然还买了非常多的小裙子，就那时候很喜欢买裙子，买了好多。但是我每天吃什么呢？我每天可能食堂的话，就是食堂一个素菜一块嘛，1块或者1块5，然后每天一个素菜一个饭，就是1块5，然后一顿1块5，早饭可能要贵一点，早饭要3块，然后午饭3块，晚饭1块5，每天7块5就解决了。不要，我去趟天津回来已经胖不少了。但是呢，我这一次胖主要还是因为我去了一趟那个长白山和延吉，减不下来了，回来就减不下来了，可能是因为冬天了，这真的减不下来。上学的时候架不住武汉太好吃了，一天吃4顿。武汉确实挺好吃的，武汉也好吃。我最近挺想吃那个热干面，但是我没有看到成都哪有好吃的热干面。但是我看他们说拼好饭其实点的那个就是点的东西跟正常点的不太一样，就虽然他说是一样的，但其实不太一样。他们说很多拼好饭的就是前一天卖剩下的没卖完的，然后要不就是那种量会少，或者是那种比如说如果是买的那种鸡肉或者什么鸭肉的话，它的那个部位就不太一样，就不会给你好的。我看他们说的，我也不知道，我不爱点拼好饭。本科食堂一顿至少9块，那得看你吃什么呀。你要是全吃素，应该也吃不到9块吧。
我啥时候来天津了？五月份啊，4、5月份啊，那不是我5月份才回来吗？就是我5月回来的时候，我今年去天津回来之后就已经比之前去天津之前要胖了一点。那个时候可能回来差不多94斤，回来的时候就稳定94，因为我平时基本上稳定92或者90。然后呢，我从天津回来之后94，去了一趟延吉，长白山回来之后就98，然后现在稳定96，减不下去了，再减不下去了，减不了了。我啥时候能进西安的话，我也想。我想做饭，我真的很想做饭，因为做饭真的很省钱，的，超级省钱，而且就是你买的菜一顿其实很多都吃不完，一顿吃不了那么多。如果是一个人的话，根本吃不完。真的很想自己做饭，但是太花时间了，太费时间了。其实做饭都还好，主要是还要洗碗，你知道吗？就我算了算时间啊，如果我要每天做饭的话，5点钟下团播，然后我晚上就算10点半开播，中间有算上通勤时间，中间有4个半小时，5个半小时，对，5个半小时，通勤时间减去1个半小时啊，还剩4个小时啊，对吧？4个小时之内我要干什么呢？我要补妆、换衣服、调设备、做饭、洗碗、吃饭，还得收拾。想想算了吧，我还是不做了吧。就我现在这样，我都已经觉得我都已经有点每天就是没有自己的时间了，我还去做饭。TOBGER 是谁呀？从做到洗啊？对啊，吃完都差不多要9点半。然后呢，吃完饭又不能马上跳舞。就有一天我都忘了是哪一天了，就前不久，有一天晚上我吃完饭差不多10点，因为我想的是休息半个小时够了嘛。然后我那天不是10点半开的播嘛，就那天我都没跟你们说，就是有一天我其实从开播开始，因为不是在跳舞嘛，就一直就是很痛，就肚子很痛，因为刚吃了饭。那我虽然说半个小时之后就可以运动了，但是真的会很痛，因为我那天跳的都特别痛，然后就不敢了。就如果是我在9点半以前吃不完饭，我一般现在都是下播之后再吃。啊，我说了吗？我有说吗？我忘了，反正我感觉好像没说。如果我是小号开播的话，我坐在这里说粉干什么我都可以啊，我觉得没有问题，对吧？我甚至于坐在这儿，就坐在面前，我干我自己的，我就算后期视频，我也觉得可以，没什么。但是我的大号就不行，那就是不行。也许是我自己给我自己上压力吧，不管怎么样，反正我觉得就是不行。我多高？我1.58米。想看直播素粉，因为会影响数据啊。我在那个号上，如果我不跳舞，我就是纯聊天或者我干别的，我的那个号的数据会很快的就会被做下来，就是可能我直播间以后常驻人数可能就差不多就是100-200个人这样子。就是在我明确知道后果的前提下，我是不会这么干的。谢谢关注啊，谢谢大家的关注。所以你们会发现很多那种搞余播的，但是又同时又带货的主播，他们为什么会有几个号？一个号带货，一个号比如说叫化妆，另外一个号开余播，就是这个样子啊。因为它混在一起，它就会影响流量的。谢谢梅六的钻石红包，哇哦，我可以领吗？这个？哎，可以耶！我家里到了8钻，谢谢梅六哥的红包啊！谢谢梅六哥，谢谢严冰的2个小星星，上灯牌了，谢谢梅六，谢谢关注，谢谢 Brass Best 蝶恋成双，谢谢 Brass Best。
谢谢大家的小星星，谢谢维六，谢谢维六呀，感谢我没六，难怪呢，都没你六。就我真的有时候很庆幸我没有买奢侈品的欲望。就我虽然知道我自己可能很需要一个，就是因为我现在干这个吧，我可能需要一件很贵的外套，对吧？然后呢，一个很贵的包，再一双很贵的鞋子，然后再买点很贵的头饰，就这些对我的现在的目前的职业来说的话是必要的，但是我就是不想买。谢谢李零的9个加油呀！哦，对，是该更新了。我跟你讲，我最近买鞋子，你知道吗？我全穿了回力，我都穿回力。我日常出门30块钱一双鞋子就出门了。你3个号都抢到了耶！谢谢社念的粉丝团灯牌，拜拜拜拜，祥子。空军1号 AF1啊，赖克空军1号。那双鞋我团播，你们没有发现我团播换鞋了吗？我那双都没穿了，最大只有44。没办法，必须接地气，必须接地气。我们我其实也挺想不接地气的，真的。就我也很想当那种什么富婆，什么每一天就端着下午茶在那喝下午茶的那种特别有距离感、特别高贵的女人。可是我做不到，因为我没有钱。你都是买杂牌，我以前是买的，我以前是买品牌的，就是我从家里面还没有断给钱的时候，我都是买品牌鞋的，现在就随便了。对啊，我鼻炎挺严重的，但是没有办法，家里有猫啊。哦，对，家里除了这种硬件以外，最贵的东西就是猫了，没有别的，最贵就是猫了。但是猫它能给我提供一些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情绪价值，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必要的。欢迎失利子嘛，晚上好。4脚吞金兽，真的是吞金兽，真的很吞金。晚上嘛，晚上不，他们晚上都不会来，只有早上的时候会，早上正好会来。他们一般是睡在我被子上面，睡在我身边，但是不会睡在我怀里。但是给他们自己开号，也要我在旁边操作呀，我哪里有时间呀？我当时也想呢。我之前不是还跟大家说我考虑过早上加播一场嘛？但是如果是早上再加播一场的话，我真的就太累了。我下午主要是还得团播，那就有点太累了，所以我都一直早上都没有开。懂事的猫猫学会自己挣钱啊！我也觉得应该让他们自己挣钱。我应该给他们对哦，我还要给他们买点猫条，过年买不到猫条，猫条快吃完了。其实是能起来的，主要是睡太晚了，就像这会儿，可能等一下我下播了，我还得去拍视频，拍完视频如果顺利的话可能差不多1点半，如果不顺利的话，可能就得到3、4点，对吧？3、4点拍完视频，卸个妆，躺在床上，时间一看，哎，5点了。然后睡5个小时，起来昏昏沉沉的一想，哎呀，又要团播了，又得化妆了。送去猫咖打工。我也不想天天3、4点睡，真的我不想，我真的不想，我真的非常的不想，可是我没有办法啊。养狗便宜，养狗也不便宜啊，养猫养狗不是差不多嘛？就是养狗就是省了一个那个猫砂钱，但是狗比猫吃的多呀。今天有啊，周5有团播。下周没有团播，感谢酱姐。下周酱姐要出去旅游，所以就没有团播了。下周我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了，但我也不能放松。说是放松，其实也就是在家里多睡会儿觉而已。
能看我的猫，我的猫不知道飞哪去了。就普通的狗，每天跟我的食量都差不多了，更不要说大狗人。要遛啊，狗要遛的呀，对吧？拉不拉多，拉的多，吃的多。而且其实狗的话，怎么说呢？就是猫你可能会更放心一点。像你猫的话，你可以比如说出去旅游，对吧？你家里你甚至于就是可以让人上门上来看，然后给它加点猫粮，蒸点猫砂就走了。但是狗的话，你还会担心它的情绪会比猫大一点，你还会担心它会不会在家里面抑郁，然后呢，你还必须得找人出去带它遛。就猫的独立性会强一点，猫不拆家啊，错了，猫要拆家的，只是说没有狗拆的那么明显，没有那么严重，还是会的。对啊，我就是德文啊，我家里就是有一只德文啊。去给你们抱来看看吧，我去看看它在哪。等我一下，我以前有带播吗？我好像没有带播。没有带播，我去找猫去了。回来了，这里，他在睡觉，我把他薅过来了。为什么不开发猪？有啊，现在不是有养猪的吗？情绪稳定，不拆家。有小香猪，是的，有养猴的，还有养狐狸的，反正现在养啥的都有。它越长越好看了，我觉得。一个养不好就大了。必须养卡皮巴拉。对啊，养蛇的都有，是的，有养蛇的。你下周没地方去了？啊？为什么？可他还困的，他好困啊！他在沙发上睡觉，然后我就给他抱进来了。啊，我还给酱姐说，我说要不你把福豆跟福宝带我家来吧，然后我说可能到时候就会还你2个不完整的狗。他说算了。谢谢燃烧的内燃机的鲜花。你买了一个代替猫的，好，我一会儿下播看，我现在看不到。真的很乖，德文，哎呦，德文很粘人，德文超级粘人，除了不爱钻被窝以外啊，只有这一个坏毛病，然后就是挺调皮的。就我家里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他拆的，他今天把后面那个屏风，就是那个大屏风弄倒了，然后躲在沙发底下躲了2个小时没出来。他不掉毛，他一己之力把后面的屏风弄倒了，正好都不爱动。花藤记了之后，对啊，门也没保住，然后他
那个娃娃桶后面那个娃娃桶看到了吗？很高的那个娃娃桶，他上次爬上去了，然后在上面，因为我当时正在外面嘛，就是我没有在房间里面，我在客厅，我就听到在里面他一直在叫，我不知道他在干嘛。我进来一看，我操，他在上面摇摇晃晃的，差点摔下来了。给你们看，正好吧，在门口叫。等一下啊。进来，进来。哎呀，不行，太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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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来，给你们看表情包，表情包来了。真的很胖，给你们看看。哎呦，挺不起来的，好胖，看到没？你看跟我比就知道了，他真的好胖。哎呦，哎，我昨天称已经11斤了，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称准不准，是一坨，真的一坨。我拍视频带猫啊，有点困难。你好，过来，过来。好的，好的，晚安啊，晚安。这才是不情不愿，这才是不情不愿，家人们。发火了，发火了。听到没？发火了，毛了。不好啊，已经开始吼了。好啦，放他走，放他走，放他走。行了，家人们，那我下播了啊，我要去拍视频了。今天好看，谢谢啊！喜欢的话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啊！谢谢我巴格莱特，谢谢宝宝送我这摩天大厦，谢谢巴克莱特的花海泛舟。去摩天大厦之后，我又可以花海泛舟吗？是不是我以后还能拥有一辆船啊？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在船上拍视频了。好的，好的。谢谢老板，谢谢巴格莱特。要转成豹子，那倒不至于。行了，谢谢老板，谢谢老板的摩天大厦和我们的花海泛舟，谢谢。游艇，我其实真的很想体验一次，就是那种坐在游艇上。就是那种，对，你们看到那种富婆的那种，坐在游艇上，然后吃着那种下午茶，然后看着海，戴着墨镜，哎，多爽！好的，家人们，那我下播喽，我下播了哟。还有男模，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还在很上头呢。我今天上头什么呢？就应该你们虽然没有玩过，但你们应该知道有一个游戏，它叫《烈雨升空》，对吧？你们知道吧？有一个游戏它叫《烈雨升空》。我今天为什么上头呢？因为我看见了一个新的要出场，也不是要出场的，要返场的一个人物的设定，简直是为我这个人量身定造的。就我真的很戳那个设定。有款游戏越打越年轻，就是手机和飞机。不是轻车，下宇宙啊，下宇宙就哥哥变老公，知道吧？哥哥变老公，我操，这吃的真是太戳味了，太戳味了，戳死我了！哎呀，好的，家人们，我下播了，正好表情包这么快，我下播了，家人们。我要下播喽，谢谢三哥的粉丝团灯牌啊，到家了三哥，晚安家人们，晚安，我去拍视频了，我要去拍视频了，谢谢大家，是晚安思念，晚安00，晚安不白，晚安巴格莱特，拜拜，我下喽。
拜拜。今天晚上咱们大号直播间见。晚安 ，Goodbye Goodbye， 晚安晚安。谢谢我们弗拉克莱彻的大厦和游艇。希望有一天我能先拥有大厦，在游艇都是小事儿啊，给我来一座大厦就好。晚安晚安，拜拜家人们，晚安，我下喽。